嘿，你知道吗？航海王、游戏王、碧蓝战卡、WS 还有超多的卡牌游戏，都要在这2个星期齐聚台北搞大事啦！大家好，欢迎回到卡牌双周报。如果你是卡牌玩家，那你肯定对这2周感到兴奋不已。如果你不是卡牌玩家的话，那么这2周也是你入坑的最好时机喽。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忽然全世界的卡牌游戏都挤在这2周参加大活动，或是自己搞大活动首先是上周末刚结束的2024台北电玩展 TGS。逛过电玩展的都知道，我们集换式卡牌游戏都和其他桌上游戏一样，放在桌游乐园里面。这次也是一样的哦。而这次参加台北电玩展的游戏，包括要说目前卡牌游戏界第2，没人敢说自己是第1的宝可梦卡牌，由代理商 Saka 主要举办摊位活动。不管是教学或是宝可梦卡牌大使的舞台活动，都可以说是现场人气最高的卡牌游戏摊位。再来是连续好几年在电玩展展出老牌的卡牌游戏魔法风云会，还有一上市就吸引不少粉丝，人气直线上涨的碧蓝战卡。而我们也注意到一个蛮特别的摊位，就是我们频道拍过影片介绍的 Ultimega。印象中其实很少卡牌周边厂商有在台湾参展过哦，没想到 Ultimega 不止展，摊位还不小我们也稍微逛了一下，看到现场各种漂亮的卡套卡盒等等周边，我们也忍不住下手买了一些啦。再来是本周的2大活动，首先是本周4开始的台北国际动漫节。大家以往对动漫节的印象，应该很多人都是为了声优限量商品大排队的景象。不过这次卡牌游戏也在里面有不小的动作哦。今年最让人期待的不是单一游戏，而是一整个卡牌游戏发行商，也就是我们的武士道 Bushiroad。为什么不是说 WS Shadowverse， 而是直接讲武士道呢？那是因为武士道今年直接把年度大型活动 Bushiroad Expo 武士道博览会给搬进动漫节里面喽。而且我们看今年会场的平面图发现这次武士道摊位根本超大，大家应该对什么青文尖端、东立之类的大出版社的摊位大小多少有点印象吧？我跟你说，这次武士道的摊位直接就是这些出版社的2倍以上。如果你喜欢武士道旗下的卡牌游戏，那这场是肯定要参加的哦。当然，除了武士道以外，老牌游戏游戏王也有参展。然后这次动漫节看来有个新朋友进驻，是我们即将在台湾以繁体中文版上市的姜饼人对战卡牌 Braveverse。如果是玩过跑跑姜饼人、姜饼人王国等等手机游戏的粉丝，或你喜欢可爱风卡牌的话，那么这次的动漫节是玩玩看这款卡牌游戏的好机会哦。看到这里，相信有些观众一定在想最近很红的那个航海王呢，是都没有要参展哦。其实还真的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自己办了一个展，游戏发行商万代公司本周末就要在台北的松山文创园区举办万代卡牌展 Bandai Card Game Fest 2023-24台北站喽。这场活动聚集了5款万代旗下的卡牌游戏，包括航海王、Union Arena、数码宝贝、Battle Spirits 以及即将上市的七龙珠超。现场比赛悟饭等等活动当然是不会少，不过我们觉得最受关注的还是航海王卡牌那个亮晶晶的大赛奖品现场将举办2023冠军锦标赛的特别预赛，冠军能够直接得到亚洲总决赛的参赛资格，前4强也能拿到价值超高的奖品卡。冠军的奖品卡有2023冠军锦标赛版的蒙奇 D 鲁夫和杯2张，亚军则是托拉法尔加罗和库山。即便是4强，也有尤斯塔斯基德和波尔萨里诺这2张。以上说的这些都是很猛的哦。在我们之前介绍航海王卡牌收藏的影片里面有提到，这6张卡基本上就是目前航海王卡牌收藏的顶点，随便一张都是几十万甚至几百万日币起跳的哦。讲完了万代卡牌展，最近万代公司可以说是动作连连哦。2021开始，万代就举办了万代卡牌游戏 Next Plan 发表会。在这场发表会里，万代宣布了旗下各支游戏的新情报。如果当时没跟到直播的话，没关系，马上我们就来整理这几个游戏的懒人包给大家。首先是万代旗下目前人气第1的航海王卡牌。2月份即将发行新系列500年后的未来，在发表会中直接给大家看了包括多拉格、波尼、波雅汉考克3位的新插图，另外也宣布了全新的航海王赛制8包对战。顾名思义，就是让玩家现场购买8包卡包，并且用里面的牌来构筑自己的套牌来进行比赛的现开玩法。
又能开又能玩，好像不错哦。再来，航海王也宣布举办校际比赛，全国大选航海王卡牌选手权。在之前的大阪预赛和东京预赛选出的8支校队，将在1月27号的时候到万代公司进行决战。可以看得出来，航海王的野心也是不小，开始把触角往更年轻的卡牌玩家来延伸喽。另一方面，万代旗下的动漫 IP 联名游戏 Union Arena 也有不少重磅消息传出。首先，在已经公布会发行的未来系列方面 ，Union Arena 曝光了不少新卡的设计，包括奇异仙伴、黑色天使、美食猎人、香到不行的人气手游胜利女神妮姬，还有人气动漫排球少年、黑色五叶草跟经典的幽游白书。至于最让人惊讶的，莫过于 Union Arena 参战新作了哦。居然是晋级的巨人以及一拳超人这2支的作品的这个知名度有多高，应该是不用我们多说了吧？光是2024目前已经确认的超强作啊，就包括了刀剑神域、胜利女神妮姬、幽游白书、晋级的巨人，还有一拳超人。看来 Union Arena 在今年的发展是值得我们观察一下的哦。最后压轴的当然是我们的宝可梦卡牌啦！本周五新系列狂野之力异度审判即将发售，因为日本首发上市的关系，所以大家应该都看过全卡表了吧？在此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卡牌情报局编辑部的新系列注目单卡。第一张当然是我们的猛雷谷 EX 啦，这张可是在新系列情报公布的时候大家讨论的焦点哦。首先，因为是龙系，没有弱点，血量又来到很安全的240点 HP。再来是因为古代宝可梦的关系，所以它能跟奥林博士搭在一起，2能就可以使用招式，将场上附加任意数量的基本能量丢弃，1颗能量就可以乘以70点的伤害。再搭配铁沙皮，可以迅速填能的特性，4颗能量就可以造成280点的伤害，可以说是简单又暴力。第二张是我们的新系统 Aspect 顶尖捕捉器，我们可以用派帕啦、猪背或是宝可补给站之类的卡牌，很容易就可以把 Aspect 检索出来，甚至我们可以透过达克莱伊的 V Star 能力使用到2次 Aspect，2次是2次哦。这个回归的强大卡牌类型，绝对会是新环境的当红炸子鸡。第三张，这是我们的敲农炮虫。还记得曾经被敲农炮虫支配的恐惧吗？这次新的炮虫回来喽，搭配上电枪、熟悉的高伤害以及复杂的进化，伤害最高能够来到360点这么多。如果你知道怎么达到440点的话，拜托，麻烦在留言区告诉我们，我们会很感激你的。总之是一副很酷的小人牌，欢迎大家留言讨论。第4张急救滑板，大家想到了吗？没错，滑板又回来喽！装备这张卡的宝可梦，撤退所需的能量可以减少1个。那个曾经基拉奇滑来又滑去的时代，要变成花环滑来滑去喽。很期待这张卡会与新的环境可以怎么搭配。不过我们觉得这是张很有潜力的新卡哦。第5张是收录在狂野之力里面的好友宝分，原本还在烦恼 VIP 要退环境的观众们，现在有福喽！虽然这张好友宝分不像 VIP 有限定在先攻回合才能出，看起来是更泛用了。不过它只能找 HP 70点以下的宝可梦。这个限制在一些基础 EX 血量比较多的牌组，可能还是要想一下是不是要选择巢穴球，其实比较好。不过对于钛金喷火龙 EX 这种需要进化的牌组来说好友宝分肯定是比 VIP 还好用啊。不知道大家最看好的新系列卡片是哪一张呢？欢迎留言在底下和我们分享吧。以上就是本期的卡牌双周报，喜欢的话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我们下支影片见。